为了被满山谷的海鹦鹉包围，我们开了5个多小时，368公里的车，值得吗？在冰岛有一句生活哲学叫 "Det alle dust"， 意思是一切都会没事的。这是我们在冰岛的第6天，面对连续5天的阴雨，我们带着对天气的 PTSD， 从一个遗憾开始，却在最后得到圆满的故事。早上8点，我们离开饭店。这天，我们要走蜿蜒的公路，穿越冰岛的东部峡湾，最后在峡湾最北端的渔村住1晚。东部峡湾是冰岛最古老的一片土地，这里不像黄金圈和南岸，没有塞满人潮的观光景点，只有经历1600万年被冰川切割出来的破碎海岸线。我们这天的第一站是蝙蝠山，它是一座高454公尺，由黑色灰长岩和花岗岩组成的山脉。因为富含铁和镁，所以拥有独特的灰黑色外貌。在那些完美的旅游攻略里，那里应该要有棱角分明的山峰和沙滩绝美的天空之镜。在揭晓蝙蝠山的真面目前，冰岛的公路日常依然会适时派几只 NPC 冰岛羊，还有在围栏里发呆的冰岛马，带给我们永远看不腻的惊喜。虽然只是路过的不知名风景，但这也算是一种天空之镜吧。我们终于抵达蝙蝠山所在的史托克角。由于这一区属于私人土地，必须先在 Viking Cafe 购买门票。门票每人1001冰岛克朗，16岁以下免费。接着扫 QR code 就可以进场了。这张门票其实也包含参观维京人村，据说那是为了拍摄电影而搭建的场景，但我们对人造打卡点比较没兴趣，所以直接略过。我们继续往前开，来到一片有沙丘起伏的黑沙滩，准备好好见识蝙蝠山的真面目。结果呢，他竟然直接对我们拉上一块大白布。别说什么天空之镜倒影了，在低压压的云层笼罩下，它连最基本的轮廓都彻底消失在我们眼前。但这就跟人生一样，扑空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离开蝙蝠山，我们驶入一座隧道。这座隧道正好贯穿蝙蝠山的一部分。出了隧道，天空依旧一片阴霾。我一边期待天气变好，同时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只记得爸爸有暂时停车，擦掉玻璃上的脏污。还有几座地图上找不到名字，却尖得像金字塔的无名山峰。其实东部峡湾真的有座金字塔山，或许等等有机会看到吧。
然后我被叫醒了。那片困了我们5天，仿佛没有尽头的灰白，竟然裂开一道缝隙。久违的蓝天毫无预警地洒在我脸上。这里是公路旁的观景点，前方是蓝色的海与近乎垂直的悬崖。后方峭壁上有冰川融水，以及成群的海鸥盘旋。视线远方的 Stupavik 沙滩上，有一座孤立的火山岩。带着好不容易露脸的阳光，我们重新上路。转个弯，我们来到一座渔港小镇——卢皮沃古尔。这里又称神山小镇，因为在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可以近距离观赏金字塔山。我们把车停在餐厅旁充电，马路对面就有一座公共洗手间。环绕渔港的步道涂成钢琴键盘的造型，非常可爱。白麒麟搅动超快，好搞笑哦！不过金字塔山呢？我们找了半天，发现它躲在云里，完全看不到。既然看不到山，我们就来吃午餐吧。充电桩旁的 Hafiz Bistro 评价不错，来吃吃看。我们点了招牌的炸鱼薯条和炸虾，这里也有卖咖啡和甜点。还有贩卖零食和饮料，方便路过的游客补给。炸鱼薯条意外的好吃，鱼肉厚实多汁，面粉皮炸得酥脆不油腻。才刚驶离神山小镇，那座我们找半天的金字塔山，竟然直接出现在公路上。虽然山顶还是积着云，但比起在镇上的彻底消失，已经很让人感动了。为了加速行程，我们决定离开平稳的1号环岛公路，切进穿越山脉的95号公路，而代价是必须忍受颠簸的碎石路。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壮阔的大景。当车子驶入被冰川刻画出来的 U 型谷，两侧陡峭的断崖就像是巨大的天然城墙，把我们包围在中间。接着，我们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沿着峭壁一路攀升。翻山越岭到高原平台时，可以向下俯瞰 U 型谷的地貌。很多路段没有护栏，路面又弯又窄，爸爸每一次转弯都需要全神贯注。这里还能欣赏瀑布源头沿着峭壁流淌而下。这里是公路的制高点，有一间建于1972年的红色小木屋，这是保留给旅人的紧急避难所。看完介绍牌才知道，原来这条公路曾经是冰岛非常重要的古道。在只能用石头堆砌道路的年代，
人们可以赶着马车，在这片荒野中穿梭。小木屋前方可欣赏黑塔法湖。过了制高点，我们沿着斜坡一路下滑。我们即将抵达东部最大城镇艾伊尔斯塔季。我们要顺路去小猪超市，快速采买晚餐食材。接着，我们面临残酷2选1。天气预报显示，晚上7点过后，整个东部峡湾将会被大雨吞噬。看着远方那片将天地连成一线的黑色水幕，我们心里很清楚，时间只够去一个地方。是去朝圣白日梦冒险王小镇，还是直奔峡湾秘境看海鹦鹉呢？对爱鸟的我们来说，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犹豫。我们果断放弃白日梦冒险王小镇，踩下油门，沿着94号公路飞奔。我们要去的赏鸟秘境是博尔加峡湾。要前往博尔加峡湾，必须沿着94号公路翻山越岭，抵达公路的终点。当车子翻越制高点，沿着之字形公路下山时，奇迹发生了。一路追杀我们的乌云被山巅挡在另一侧，迎接我们的是倾泻而下的阳光。看着眼前锐利的雪山和脚下平静的海湾，天空也变得辽阔澄澈。突然间，有种置身天堂的错觉。而这里也是冰岛传说中精灵女王与众多精灵的家，是个充满神秘感的魔法峡湾。很多人可能会好奇，冰岛能看海鹦鹉的地方那么多，为什么我们非得大费周章跑来这座偏远的峡湾尽头呢？如果单论数量，南部的离岛有200万只，西峡湾最多也有100万只，但都更难抵达。论方便度，南部的黑沙滩附近也可以赏海鹦鹉，而这里赏海鹦鹉最友善，数量也相对较多。这里有安全的木栈道，不需要冒着危险趴在峭壁边缘拍照，还能以最完美的平视角，从极近的距离欣赏2万只海鹦鹉。穿过宛如天堂入口的公路，我们抵达巴卡盖尔季。这是一座遗世独立的渔村，只有100多位居民。虽然人烟稀少，但却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。在寻找海鹦鹉之前，我们先到这里唯一的饭店 Blaubier Resort 快速办理入住。我们预定的房型是 Studio Apartment， 公寓式房型最多可容纳4人，当然也有完整的厨房设备。客厅的沙发已被改造成我晚上睡觉的大床，茶几上有4片迎宾巧克力。我喜欢客厅面对峡湾的大窗户，像一幅会随光线变换的流动油画。公寓后半部有干湿分离的浴室，还有附洗衣机的储物间。我们顺便在这里洗了一大袋衣服。
卧室有一张双人床，爸妈晚上睡这里。隔天早餐供应时间是7点半到9点半，内容很简单，但还是可以吃粗饱。这时有香肠、炖豆、炒蛋。这区有水煮蛋、面包、生菜、水果，一些基本款的火腿和 cheese， 有2种吐司和黑麦面包。这区是牛奶、冰岛优格、麦片和玉米片，有2种自制饼干和冰岛传统大黄燕麦蛋糕。饮料有自动咖啡机、Bircho 茶包和果汁。早餐时刻的窗外，整座峡湾已被大雨吞噬，但我们内心却是深深的庆幸。我们把时间倒转回10几个小时前，在大雨降临前的傍晚，我们抓紧最后的阳光，驱车前往峡湾尽头的小岛哈夫纳霍尔米。前往的途中，我们发现了一望无际的紫色鲁冰花海，在柔和的光线下，随着微风起伏，如梦似幻。去见海鹦鹉的这段路虽然不长，却美得极不真实。或许是精灵女王带来的特有魔法吧。道路尽头就是我们这趟东部远征的最终奖赏——传说中的海鹦鹉天堂。码头的风夹着海水的咸味。岸边的混凝土建筑是一间海景咖啡厅，可惜我们太晚来，已经关门了。悬崖边贴着支持海鹦鹉的捐款 QR code， 大家都可以尽一份心力哦。接着，我们踏上这条建在悬崖边的木栈道。在这之前，我对2万只海鹦鹉的想象只停留在数字。当我真正站在这里，和它们只有不到1公尺的距离，那份真实感相当震撼。这里拥有恰到好处的平视角，只用手机也能拍到它们的特写哦。刮风下雨时，也可以躲进赏鸟小屋。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，木栈道明明站满来自世界各地的赏鸟者，现场却出奇的安静。海鹦鹉的英文是 Puffin， 冰岛语是 Lundi。只要你亲眼见过这群小可爱，一定会无可救药地爱上它们。它们有一张忧郁小丑脸，还长得有点像企鹅。招牌的鲜艳橙红嘴喙是繁殖季为了吸引异性的限定款，到了冬天就会退回暗淡的灰色。全世界超过60%的北极海鹦鹉，每年夏天都会飞回冰岛繁衍后代。冰岛是它们在全球最大的根据地，但要见上它们一面，很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海鹦鹉大半辈子的时间都在冰冷的海上漂泊，只有在每年夏天5到8月的繁殖季，才会短暂回到陆地，在悬崖里挖出深达1公尺的巢穴。终身一夫一妻制的海鹦鹉会轮流出海潜水，在嘴里夹满10几条小鱼，再飞回到巢穴喂宝宝。仔细观察，会发现海鹦鹉们经常互相敲击彼此的嘴喙。
这是海鹦鹉专属的示爱仪式哦。对了，很多人以为海鹦鹉是冰岛的国鸟，其实冰岛的国鸟是毛枕哦。但海鹦鹉绝对是冰岛最迷人的观光大使，像我们就在冰岛买了超多海鹦鹉纪念品。在这片精灵女王的领地，也有其他鸟类一起共享这片不受干扰的乌托邦。我们在这里待了快2小时，一直舍不得离开。当我站在世界的边际，看着上万只海鹦鹉在悬崖起落，我突然觉得人生就是一场避不开的冰岛天气。我们总是在寻找活着的意义，总想快转枯燥的日常，期待能快速抵达下一个天晴，却忘了单纯的感受当下。而这几天，阳光和暴雨的无情交错，不就是真实的生活吗？当你接受了这份残酷，心里反而会生出前所未有的自由，去体验所有的好，也拥抱所有的坏。如果我们把幸运与获得看作正，把挫折与徒劳无功看作负，相加之后的0，不正是一个圆吗？一切好与坏的总和，从来都没有白费，它们只是刚刚好，替生命画下一个圆满的圆。就像冰岛人最爱的那句 "The Taradust"， 一切都会没事的。这里是冰岛东部峡湾魔法小镇的尽头，愿我们始终相信，人生里一直藏着魔法。我是 Summer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